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破防了，肖战新剧演废了的天才医生，央视竟在没拍完时就抢下黄金档。家人们，你们见过电视剧还没拍完就被央视提前大半年锁死黄金档的吗？这不是什么行业传说，就发生在2026年的今天。2026年4月13日。央视新闻、新华社等一众官方媒体齐刷刷发布消息，宣布肖战主演的《小城良方》定档央视8套暑期黄金档。但最让人瞠目结舌的细节藏在时间线里，这部剧在2026年2月20日才正式杀青，而早在2026年1月9日，它就已经登上了央视新闻联播，被纳入大剧看总台的年度重点片单。这意味着，在剧组还在东北零下10几度的雪地里拍着戏的时候，央视就已经为他预留好了暑期最黄金的时段。这种盲定操作，在近几年的电视剧市场里几乎闻所未闻。它释放的信号再明确不过，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排播，而是一次国家级平台对作品、对演员，乃至对某种创作方向的顶级背书。那么，这部让央视如此破例的《小城良方》，到底讲了个什么故事？又凭什么能为拍先火？时间拨回到2025年10月18日，《小城良方》在辽宁丹东正式开机。这部剧由执导过《30而已》《猎罪图鉴》的张晓波担任导演，编剧则是聂成帅。故事改编自刘三叔的小说《飞刀》，但他的镜头没有对准任何一家光鲜亮丽的三甲医院。肖战饰演的男主角刘锃亮出场时是北京某顶级医院的天才神经外科医生，人称飞刀圣手，前途一片光明。然而，一场暴雪夜里的紧急手术出了意外，这直接导致他的人生急转直下。手术事故的后果是毁灭性的，他的医师执照被吊销，职业生涯戛然而止。更致命的是，他患上了手抖症，那双曾经稳定精准、能完成高难度手术的手，再也无法握紧手术刀。事业崩塌的同时，情感也遭遇重创，女友离他而去，一个天之骄子，转眼间变得一无所有。走投无路的刘锃亮只能收拾行囊，灰头土脸地回到他东北老家的小城。他找到的工作是一家连 CTG 都没有的基层卫生院，职位是月薪3000的临时医生。这里没有无菌层流手术室，没有顶尖的医疗团队，甚至经常因为欠费而停电。剧本开场就是一场极具戏剧性的跌落，卫生院停电，冰箱里的疫苗全部化成了水。肖战饰演的刘锃亮只能攥着一瓶二锅头，在昏暗的走廊里借酒消愁。这就是小城良方故事的起点，他彻底抛弃了医疗剧常见的精英叙事和逆袭爽感，选择让主角一路跌到谷底，并且就从这个谷底开始讲故事。为了塑造这个从巅峰跌入尘埃、身心俱疲的角色，肖战在开机前做出了极大的外形改变。根据剧组官方披露以及多家权威媒体的报道，他为刘锃亮这个角色减重超过15斤。路透图中，他面颊深陷，眼窝明显，原本合身的救援服穿在身上空荡的灌风，一种由内而外的清瘦与沧桑感扑面而来。甚至有网友根据路透状态推测，其实际减重可能接近18斤。但这不仅仅是体重数字的变化，在开机前的3个月，肖战就提前潜入基层医院实习，体验真实医生的生活。他凌晨3点跟随抢救喝农药的患者，用超过200张猪皮反复练习心脏外科的缝合技术，甚至进入手术室观摩真实的开颅手术，并详细记录每一个专业细节。除了体态，肖战还为角色注入了大量行为设计。他苦练东北方言，确保台词里的输液说成打点滴这类俚语足够地道。
他设计了一个细微的肢体语言。每当刘增亮心里有事却撒谎说没事的时候，他的左手拇指会不自觉地用力抠右手虎口。据透露，剧中这样的没事出现了17次，而虎口处的伤痕也随着剧情推进，从浅红逐渐变为深紫。一场戏份中，需要表现输血管路进空气的紧急抢救。肖战徒手去拧阀门，血浆溅了满身。拍摄结束后，他蹲在走廊干呕了很久。他后来回忆说，那一刻他想起了医疗顾问讲过的真实案例，曾有基层医生在紧急情况下用嘴吸管路，不幸感染了乙肝。这些极度写实的细节，让后期剪辑师在看素材时都感到后背发凉。而刘增亮要面对的，正是中国基层医疗最真实、最粗粝的现状。剧本采用了30集单元剧的形式，展现了30个扎心的病例：没钱医治导致骨折恶化的留守儿童，把慢性病拖成重症的孤寡老人，因为医保额度见底而陷入绝望的患者家属。在这里，高超的手术技巧暂时派不上用场。刘增亮和他的草根团队必须动用土办法和土智慧，他们用烤红薯来给疫苗保温，用艾灸的烟雾来辅助进行简陋环境下的手术。导演张晓波对此的阐述是：我想拍的是医生如何在一个不完美的系统里做次优解，就像黑土地里长出的草药，未必精致，但能救命。双引号，让这个草根团队鲜活起来的是一批堪称王炸的配角阵容。老戏骨倪大红饰演卫生院的老院长龙东东，这个角色被设定为玄学麻醉师。海报上他坐在一只土金币的金蟾蜍上，暗示他掌管着卫生院岌岌可危的财政大权。倪大红的表演充满了即兴的爆发力，在一场训斥刘增亮的戏中，他没有直接念台词，而是以一阵剧烈的咳嗽开场，咳到一半突然死死盯住肖战，说出那句别逞能，先活命。这场表演让现场所有年轻演员都起了鸡皮疙瘩。姜妍饰演的护士长设定则更加特别，她是由殡葬店老板娘转行而来，这个身份自带一种看透生死的豁达与黑色幽默。此外，张国强、史鹏元、王彦霖、张凯丽、刘烨、郭涛等一众实力派演员的加盟，构成了这幅东北小城医疗图景中形形色色的人物。2026年4月13日官宣定档后，小城良方的市场热度迅速有了量化体现。在爱奇艺独家播出平台，该剧的预约观看人数在短时间内迅速突破了49.6万，并且连续多日位居平台待播剧期待榜的前列。与此同时，在2026年4月12日至16日于浙江乌镇举办的大健康品牌成长共创会上，央视再次将小城良方作为重点推介剧目向行业和品牌方展示。这部剧的海外热度也已点燃，在此前举办的香港国际影视展上，其发布的双语预告片吸引了大量国际买家的关注，甚至剧集的取景的辽宁锦州，也因为大量路透和宣传，其古塔公园、临河夜市等地点已经成为了网友计划打卡的网红地点。值得注意的是，央视在宣传这部剧时，使用的核心标语是扎根烟火，疗愈人心。这8个字精准地概括了小城良方区别于其他医疗剧的特质。它不追求展现医学奇迹的高光时刻，而是将镜头久久对准卫生院褪色的白大褂、漏雨的输液室、医生蹲在土路边被汗水泡软的病历本。他探讨的核心不是如何治好病，而是如何安放人。刘增亮手的颤抖，最终不是在手术台上被治愈的，而是在他被小城患者一次次需要、被一声声刘大夫的呼唤中逐渐平复的。这种治愈是双向的，他在救治病人的同时，也在被小城质朴的烟火气所救赎。
从制作层面看，小城良方的品相得到了多重保障。导演张晓波擅长现实题材，对都市生活和人情冷暖的刻画有目共睹。编剧聂成帅的前作《天才基本法》也展现了其处理成长与治愈主题的能力。更关键的是，该剧邀请了北京天坛医院的专业团队进行全程医疗指导，从病例设置到手术操作细节，都力求真实可信。出品方柠檬影业联合爱奇艺，属于平台最高级别的 S 级制作项目。所有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央视敢于在成片出来前就盲定黄金档的信心基础。如果将时间线拉得更开一些，会发现小城良方的定档处在一个微妙的节点。2026年1月初的微博之夜上，曾因工作人员失误挪动名牌，引发了一场关于肖战咖位的短暂风波。而仅67天后，央视就用一纸黄金档定档公告，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更具分量的回应。有行业分析指出，这或许标志着内娱评价体系正在发生一种静悄悄的变革。流量热度之外，演员对现实主义题材的投入，对复杂角色的驾驭能力，正在获得主流媒体越来越高的权重。回到剧集本身，小城良方的拍摄周期共计123天，在这4个月里，肖战彻底褪去了余生，请多指教中顾魏医生的优雅精致感。路透照片里，他穿着袖口染着点符痕迹的旧白大褂，脚上是15元一双的洞洞鞋，在零下15度的锦州街头裹着单薄的衣服奔跑，睫毛上结着冰霜。看剧本时，他会问身边的医疗顾问，农村大夫每天这么干，胳膊得多有劲。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和追问，最终都转化为了角色血肉的一部分。如今，这部承载了诸多关注与期待的小城良方已经静静躺在播出序列里，只等2026年暑期档大幕拉开。他没有选择任何取巧的捷径，而是扎扎实实的走了一条最难的路，让顶流演员彻底废掉光环，去演绎一个失败者的重生，把医疗剧从云端拉回地面，去凝视基层的匮乏与坚韧。当央视选择用它来填充暑期黄金档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部剧的定档，更像是一种态度的宣示，关于什么样的故事值得被看见，关于演员与角色之间应该存在怎样的互相成就。所有的疑问，或许都要等到刘增亮穿着那身空荡荡的白大褂，走进那间漏雨的卫生院时，才能找到最终的答案。